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人在葡萄牙。如果你關注歐洲足球，尤其是葡萄牙超級豪門本菲卡，那你一定會注意到一個在西方足壇極其罕見的溫情畫面。每場比賽開哨前，紅鷹軍團的11位鐵漢並不會像其他歐洲球隊那樣敷衍地揮揮手或者高舉雙拳，他們會整齊劃一地走向看台，面向數萬名普通球迷和俱樂部會員，神情莊重地深深鞠下一躬。在狂熱張揚甚至有些野性的西方職業綠茵場上，這個充滿克制、內斂與東方色彩的鞠躬禮顯得如此獨特，而又讓人震撼人心。你是否好奇過，為什麼地處歐洲大陸最西端的葡萄牙球隊會用遠在東亞的躬身之禮作為自己的精神圖騰呢？在這彎腰低頭的優雅瞬間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一段用東方智慧衝破西方集權統治，最終成就偉大傳奇的動人往事？今天就讓我帶你走進1970年的葡萄牙，去解開這跨越東西方文明的精神密碼。故事的起點就在1970年，那年呢，日本駐里斯本大使向本菲卡俱樂部發出了一份誠摯的邀請。那時的本菲卡擁有黑豹尤西比奧、西蒙斯等一眾世界級巨星，他們欣然同意跨越歐亞大陸，開啟了一場西歐與東亞的文化碰撞。就在首場比賽前，發生了一幕讓所有葡萄牙球員都意想不到的畫面。按照當時的慣例，日本皇室成員通常會在高高在上的貴賓席向下俯瞰球場，但那一次皇子們竟然主動走下了看台，來到綠茵場上，近距離的與本菲卡球員握手致意。更震撼人心的是，在握手的同時，日本皇室成員微微彎下身軀，向眼前的球員們行了一個莊重而謙虛的鞠躬禮。這一幕呢，深深地擊中了當時本菲卡的中場核心 Antonio Simões。西蒙斯後來回憶到，那是他一生中見過的最美麗的、最親近，也是最撼動人心的動作。西方體育文化一向崇尚力量、征服和宣洩，而東方的鞠躬卻呈現出一種剛中帶柔、以禮始終的極致內斂。它沒有居高臨下的傲慢，只有人與人之間最純粹的平視與尊重。隨後，一個大膽的念頭在西蒙斯的腦海中瞬間被點燃。隨後，西蒙斯興奮地找到了隊友喬治和托尼亞等人，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驚世駭俗的建議：兄弟們，我們為什麼不把這個美麗的東西帶回到里斯本？與其敷衍地舉起手臂向會員們揮手，為什麼不用鞠躬這種充滿溫度、極其美麗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心意？然而提議一出，西蒙斯自己也陷入了沉思，因為他知道彎腰和低頭在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有着極其複雜的雙面性。在東亞儒家文化圈裡，我們常說謙謙君子卑以自牧，鞠躬代表的是敬畏，是修行，是內省，更是極致的格局。但同樣在等級森嚴的封建舊思想裡，彎腰也常常帶着有對權力的諂媚與屈從，正如中文裡所說的摧眉折腰事權貴。而當時的西方文化也同樣容易把這種動作誤讀為某種軟弱或者順從。西蒙斯敏銳地察覺到了這種文化認知的偏差，於是他極其鄭重地對隊友們做出了澄清，而這段話也成為了本菲卡隊史上最著名的誓言之一。西蒙斯說：我絕不希望這個動作被理解為一種屈服或順從的態度，絕不。我們的鞠躬純粹是出於對會員和球迷的無限尊重。隊友聽後無不為之動容，立刻全票通過。他們決定要洗淨這個動作在威權歷史上沾染的奴性，賦予它現代平等契約的精神，
這是自由人向同行者的致敬，是强者向平民支持者的體面彎腰。為什麼西蒙斯會如此警惕屈從這兩個字呢？為什麼本菲卡的這記鞠躬在當時的葡萄牙會是一次偉大的傳奇？因為在1970年的葡萄牙正籠罩在歐洲歷史上最漫長的右翼獨裁政權新國家統治的漫長黃昏中，在獨裁者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的鐵腕統治下，社會文化極端封閉，窒息的教條壓制着每一個人。為了麻痹大眾，轉移人們對社會極度貧困和殘酷殖民戰爭的注意力，獨裁政府推行了著名的3F 政策，也就是Fado、Fatima 和 Football。Fado 是这个葡萄牙的法朵音樂， Fatima 是宗教圣地， Football 就是足球娛樂。政權試圖將足球馴化為大眾的鴉片，希望球員和球迷保持順從與麻木，在冰冷的軍功和階級等級中默默忍受。在上帝、祖國、家庭的教條下，社會只有自上而下的絕對服從，沒有任何表達平等尊重的空間。就是在這樣一個連空氣都凝固的保守暗夜裡，本菲卡的球員們帶回了這把來自東方的優雅鑰匙。回到里斯本後的第一場比賽，11位本菲卡鐵漢沒有向看台上的高官權貴致意，而是整齊地轉過身，面向台下無數滿手勞繭的平民會員和普通勞動者，深深地彎下了他們的脊梁。這哪裡是一次簡單的謝幕，這分明是一場優雅的無聲起義。他們用這個來自東方的謙卑之力，打破了獨裁政權苦心經營的冷酷與順從。他們用行動向世人宣告，彎下腰不是因為軟弱，而是因為心中有敬畏；低下頭不是因為卑微，而是因為我們將最高傲的尊嚴平等地獻給了支持我們的平民大眾。1974年，在一場美麗的康乃馨革命中，統治了葡萄牙40多年的獨裁政權徹底土崩瓦解，那些冰冷的威權教條被掃進了歷史的塵埃。然而，這個誕生於1970年黑夜之中，融合了東方謙卑智慧與西方平等尊嚴的鞠躬之禮，卻跨越了56年的漫長歲月，風雨無阻地傳承至今。今天，當我們在光明球場再次看到那一抹耀眼的紅色在哨聲響起前齊齊彎下身軀，我們看到的不僅僅局限於一家俱樂部對他最忠誠球迷們的告白，那更是一份跨越了歐亞大陸的文化奇蹟，是一首用身體語言寫就的關於尊嚴與平等對抗威權的偉大史詩。時間最後證明了，對強權的屈從終會消散，而對人民的敬意永遠高貴，永遠傳奇。好了，今天的葡萄牙足球傳奇就為您分享到這兒。我是主播人在葡萄牙，歡迎您的點讚、關注和轉發，我們下期再見。